问题可以更具体一点，比如说接下来1年我们能做什么呢？然后提问本身就是一个行动的开始，所以大家争取好时间。好，我们看举手啊。好，我们看这位先生，我第一个看到你举手的。谢谢主持人。那个姜老师，我主要想问一下，因为现在作为这个创业跟企业相关的都太多了，然后无论是大佬还是一些高校毕业生啊都有。然后我就想，近期这半年有很多从杭州要来做电商的好多创业者，然后都来到深圳了，然后北京就是这些人，你判断一下杭州和深圳这边的一个创业环境，还有就是将来能拿到这个融资的一个概率，就是问问这个投资。城市能跟他差不多，在 AI 创业这一块，就是谁告诉你答案？就是这个深圳也有投小这种政府引导基金嘛，杭州也有啊。然后呢，杭州的整体的商业的创新氛围、青年的这种活力城市给人的味道，站在生活的角度，深圳给人感觉更好。杭州呢历史上因为这个房地产发展有点疯狂，这种烟火气少了一点，但是呢就是创业创新的话，你比方说在杭州的滨江区在未来这一层那一片其实也不比深圳差，两边的政府引导基金也都是 OK 的，所以就是如果就是你要看的是你的客户在哪，你的这个核心的骨干在哪，然后你选择在哪里可以。我补充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湾区这边它主要制造业、高科技的企业比较多，然后杭州以电商为主，然后这两边的创业者这个就是创业的这些项目，我觉得这个就是您这边投资作为天使投资人的话，你会有这个地域的一个差异化。这个影响不大，影响不大。对，为什么？就是你比方说做 AI 的软件结合的业务深圳呢天生有花香美深圳这一块你发现软件结合从硬件的角度讲，极高的密度好像是占优势，但是你别忘了它要有软件的支撑。那深圳当然也有，那杭州你说有没有制造业的？你别忘了杭州的制造业其实也不差的也没差到就没有差到质的区别。谢谢。对，所以就是还是看人看项目，在地域上面影响没那么大有商业环境我在这最主要是还是看项目，还是看项目，就是它可能就是一个90分和85分的区别，它没有质的区别。谢谢。我没有想法，你问了一个宏大趋势。好，再下一个问题尽量找没有发过言的朋友后面我看看，这位男士我刚才第一个在那边就看到你举手。姜老师您好，我是在深圳工作13年的一个普通打工人然后很感谢你抽时间过来，我也直接问。好，那我就直接一点，因为我最近一直有关注 AI， 包括我已经报了下周末2天1晚的在深圳的一个算是 AI 的一个课程吧，大概单价在1万左右。然后他主要培训的是，其实前3天我把详细的场景讲一下，就是说。没有时间听你讲详细场景，我要等了，直接问问题。我想问一下，对于我们这种普通的打工仔来讲，就是这种 AI 时代来临的时候，我们可能不一定会去创业，对吧？那我们怎么样利用 AI 来进一步提升我们的工作效率，或者是我们的工作能力，以及对公司的价值，或者是提升本身的那个价值？谢谢。具体做哪一块工作？我目前做的是销售。销售。对。这点没做，谢谢。我给你两个参考第一个就是，如果你作为打工人的话，你学习 AI 的话，就是它其实这1-2年要学哪些东西已经很清楚了。第一呢，最简单的 prompt 就提示式工体提示式这个东西现在也烂掉，大量人在讲。那在提示式基础之上呢，你要学习去搭工作流。在工作流的基础上呢，你要把它封装做一个独立的 agent。在 agent 的基础上呢，你要学会搭多个的 agent 的流程协作。在多个的 agent 的基础之上呢，你要看怎么去做进一步的整个公司层面的数据流。其实如果说你想用对一个企业的 AI 转型而言，大概率是这么几级跳，大家知道吗？我重复一遍，从用好提示词，用好这个成熟的大工具，再到这个搭建工作流，再到手搓 agent， 再到多个的 agent 的协同。再到多个 agent 的协同基础上去面向全公司做数据的整个的流转，这大概是一个公司的数字化转型的一个基本的逻辑。在这所有的基础之上呢，再面向具体的工作的场景，产出一些业务产出。你像不管是数据
还是说是图，还是视频，还是报表等等，它大概这个逻辑，你沿着逻辑展开就可以了。第二个，如果你想要让我去讲更具体的话，你去看一个东西啊，你去看飞书，飞书最近有一个叫效率先锋大赛，你看过吗？看过的举手。啊，不错，特别好。你去看一下飞书的效率先锋大赛的决赛，飞书的公众号上有这个2个多小时的决赛的这个完整视频。你去看一下，它上面的这些选手都是企业里的很普通的人。你比方说，一个很普通的制造厂里面的一个很普通的会计，他戳了一个什么样的 agent， 手戳一堆 agent， 或者企业获得了很大的提效，他也获得了很高的重视，就很普通的人。你看完之后觉得说这个土老帽，但人家就能做出很好的东西来。所以现在的开源的工具，以飞书为基座，以钉钉为基座，或者说其他的大模型为基座，已经可以实现非常惊艳的效果。只不过就是问题在于会者不难的问题，就是大多数人还没有开始，极少数人在先享用的这个世界。你去研究这2个东西好了，方向就是我刚刚说的这个节奏。然后呢，如果你要案例的话，就看飞书的视频。好，谢谢。我补充一点啊，如果说针对于这种 agent 的搭建的话，你一般推荐的话，这种大模型软件有哪些呢？这个可能我不是很了解啊，谢谢。实测下来，谷歌那个我觉得最好。Cloud 是吧？谷歌那这样的。哦，那个是吧？对，但是那玩意儿分享还要花钱。对，那个要会员的，我现在。要花钱，要花钱。但是实测下来，就是目前我看下来效果还是比较好。不过说实话，对于大部分的工作而言，你要求没那么高。对大部分工作来说，你在飞书的基座上，在钉钉的基座上，在豆包的基座上，等等都可以。所以你要求没那么严格，好吧？谢谢张老师。好，下一个问题。要4条合同没规定严。好，我们最好能找一个女士啊，都是男士在发言，有个女生想提她问题。没事，给男生提一下。好，那这位男生嘛，好。勇敢男性，享受世界，不管男女。张老师你好，就是我想问一下，在深圳这个电子元器件之城，但是它已经相对饱和的情况下，就是有什么方向是能够将 AI 和电子元器件相结合的一个创业方向呢？就是你想问我具体什么创业方向，对吧？你这事情和让我推荐股票没有质的区别。就如果一定要问的话，我能给你讲一个，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我告诉你为什么我推荐这一个，好吧？供大家参考。就我给你的不是方向，而是告诉你思考的逻辑。AI 硬件，你会发现什么？就是这个在美国的 CES 展上，在前2天的北京的这个世界机器人展上，就是你会发现就是比较吸引风头的有这么几个东西。第一个，这个机器狗我断定在30年之前，机器狗类似的东西或类型的东西，它可能不一定是机器狗，它可能是2条腿的一个机器人，也可能是带轮子。我断定未来会成为一个风潮。什么意思呢？它的成本会占到几千块以内。然后你想想，你上街的时候出门忘了带钥匙，回家去拿钥匙。你上街的时候自己拎不动包，他给你拎包，对吧？你到办公室的时候，一条机器狗拍一眼，好像没人也拍一眼，为什么不能？很有用，能理解吧？所以就是机器狗是一个风向，然后这个因为它真能干点活，不只是情绪价值。然后这个比方说这个什么这个扫地机器人也好，泳池机器人也好，它都是一个风向。但是你会发现什么呢？你会发现就是这个机器狗，它已经可以实现全自主的到处跑，不需要遥控了。然后这个是扫地机器人，带一个盒子，穿个装甲就可以爬楼梯，等等，就是但这些都不重要，你轮不到你做了。现在看到一个很好玩的东西，就是 AI 加持下的这个软件结合的就是剃头的东西，理发。就我特别喜欢这个东西。如果有人做，我一定想办法做。如果他技术 OK 的话，谁能告诉我为什么？定制发型的结果，就它能实现像我这种最简单的头发肯定是没问题的我看来看去就是男生用问题不大，女生用但即便如此我也觉得很好。谁能告诉我为什么？我的判断的标准是什么？有市场，场景非常的深，场景很大，注意到没有？你像我1个月不到，20天一个月可以死，能理解吧？它如果性价比，它的价格如果稳定到一定的程度，效果稳定的话，就是你买了之后你不会退货，能理解吧？然后你每个月只要用一次，然后你这边都可以用，能理解清楚吧？就你发现这个东西它的场景很好，就这叫客户价值场景，带来它这个商业空间就很好。然后呢，如果你用上，一定会推荐给你，能理解清楚吧？然后它实现又不难，它一个东西戴头上，然后10分钟到头壳这个形状。然后这个你可以在上面选几个发型，然后呢，可能是你自己剃，也可能机器帮你剃。我估计最好有机器帮你剃。但不管怎么样，带来的效果就是
你像理发多贵，杭州理个发好一点理发店动辄上百。还有一个视频，就是有生产出来这样的产品了。现在已经有了。对，在美国世界上已经出现了。对，我告诉大家，就是当你选择 AI 的软件结合的东西，你首先应该看的不是它的技术能力多么的领先，你首先看的是场景足不足够大，足不足够刚需，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你能把性价比做到什么程度？然后呢，它是不是自带营销属性？是不是自己就好的话，它一定会推广，它就愿意裂变给别人。我们讲清楚吧？这才能造好场景，能理解吧？谢谢蒋老师。OK。好了，最后2个问题哈，好的，这位先生啊，之前是看到你的，再举手。我问一个问题，老师，那个我想问一下，就是说，研究有0到1，有0到1到100这种2种区别，创业也有0到1和1到100这种区别。我想在创业方面，从0到1和1到100需要采取什么不同的策略？好，谢谢。你问了一个非常宏大的问题，我无法回答你这个问题。就是这个问题跟你聊完，大概是我2天的公开课。你可以去拿我那本书，那本书就聊的是它确实如你所说，0到0.1、0.1到1到10到100到 N 是分阶段的。你一开始不要来，先活下来。一开始就靠你自己带队，出去打粮食，能打个原型出来。你这个时候怪任何人都没有意义啊。然后等到你原型出来之后，你要开始搭配团队，你要一群过命的愿意跟你一起来玩的兄弟。再往后你要开始建团队，要有组织有纪律。再往后是集团作战，你要有机制了等等。那本书里有专门这样的章节，你可以去看。但今天没法回答你的问题，这太大的问题。好的，最后一个问题啊，尽量跟自己的生活贴切一点。好，这位女士好吧，最后一个问题给到你。我想问一个，就是说那个个人，就是说不是公司这些提倡，就是说纯个人，比如说对自媒体啊，对内容创作就是说 AI 对我们就是有哪些比较好的作用提升，然后能不能推荐几个比较好用的工具或软件？对于个人而言，从性价比的角度呢，你做。就首先呢，就尽量少花钱。就现在比较好的豆包也好，通义千问也好，DeepSeek也好，管它的，你先把大模型做好。就是你会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大家一定要去研究一下关于提示词的问题，就你怎么看对话的问题。最基本的理解就是你不要把它用成搜索引擎问它问题，你要反过来让它来问你问题。你比方你有什么困惑，你说我最近遇到这么一个困惑，我想跟你讨论一下，但你现在不要直接回答我，你用苏格拉底提问法，最常见的提示词啊。首先就是你让他来追问你让他来问你，那从而让你能够更多维的提供信息和素材，然后在他追问的过程中，说不定你就想明白了。我们讲清楚吧？就是让 AI 做你的老师，你不要把它变成一个只会问答的东西。你要相信，就是现在的大语言模型，免费的，这是一个人类的宝贵的产品。你要相信它的这个能力，它这个认知能力、回答问题的能力，它的情绪稳定性远超于你，要相信。然后呢，你愿意把它当老师来用就可以了。然后真的认真去搜索一些关于提示词怎么去对话的这种东西，你会发现就是它能够帮助你稳定情绪，它能帮你回答生活过程中很多的问题，你也不需要训练专门的 agent， 你就做就好了。然后如果你这个能力强的话，你再研究一下怎么做八个大文件，什么意思？因为大模型有自己的问题，你这个对话它的长时间留存的问题，你学会让大模型一个对话之后，你做一个八个大文件，把它存在本地。然后以后在聊类似的问题的时候，它能读取这个八个文件，让对话的连续性会好很多。我们讲清楚吧？就是所以对于普通人而言，你要做的当下最紧急的、最有价值的就是学会和大语言模型现在主流的这几个去对话，学会提示词，学会做八个条文件，从而让它能够成为你的老师，能够帮你回答工作、生活中的各种的问题。千万不要把它用成一个搜索引擎，好吧 ？OK， 这是给大家最直接的建议，很有用。好的，请姜老师可以展开说说我们的问题互动环节就结束了。当然，如果大家还想了解更多姜老师的一些思想上的精髓，可以购买姜老师的书籍来到我们现场。当然，我们的深圳读书会的社群群组里头也可以购买相关的书籍。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都多支持姜老师的作品。好，那今天的主题分享活动基本上就到这里结束了。那么在结束分享之后呢，我想跟大家讲一下我们深圳读书会的一个公益活动让我们一起来点亮山村
小学留守儿童的阅读梦及深圳读书会的点亮阅读之光山区留守儿童关爱全国大型的公益项目。那根据数据统计呢，我们中国有农村当中有4177万的留守儿童，在中西部乡村儿童的课外读书资源非常的匮乏。那这也是我们发心发宏愿去做这样的一个项目的初衷。那么有71%的乡村家庭藏书不到10本。那么对于山村孩子来讲，其实他们没有什么课外的书籍更多就是通过手机来打发时间。所以呢，读书对他们来讲是一个改善他们切身生活的一种方式。那么对于山里的孩子们来讲呢，对于我们也希望能够通过深圳读书会努力，给他们修葺这样的一个精神小屋，点亮他们生活当中的那扇光。我们从去年开始呢，我们从2022年开始呢，就已经陆续做了很多这样的一些公益活动，也切实的去走进到每一个的乡村当中为留守儿童点亮阅读之光，赠送书籍。当然呢，如果大家现场的朋友们如果愿意为我们的乡村儿童捐助你们的书籍，我也是非常希望大家能够参与到我们这个公益活动当中。我们还带动了一个智能图书馆的一个项目，因为每个人在我们看来都是一本独一无二的一本书。那么也希望大家能够除了赠送书籍之外，也能够加入到我们这样的队伍当中，帮助到乡村儿童当中。像这些图片当中的都是我们的义工朋友们那么怎么去捐助呢？可以扫码来关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公众号，同时呢，也可以去填写相应的一些资料来捐献你们的书籍。那在项目结束之后，在今天的分享结束后呢，我们有一个非常短期的环节，就是希望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义工朋友。那请我们的义工小伙伴来登台，为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好吗？来，掌声欢迎。那么我们每一个义工小伙伴呢，都是用自己的行动在诠释着什么是奉献、友爱、互助和进步。让我们来看看他们都是谁。来，我们首先请我们的今天的主控来场控来做一个介绍。小伙伴不要害羞，因为他们都是第一次当义工的小伙伴，可能会有一点害羞，所以大家见谅一下。大家好，我叫艾琳，来自沙井，今天也是第一次参加这个义工活动，谢谢。爱你。大家好，我来自大同，然后也是第一次过来。这个活动我听着还是蛮好的，张老师还挺好，谢谢大家。这两位都是新的小伙伴，大家就会感觉到有点紧张，大家能不能用更加热烈的掌声鼓励一下我们这两位义工小伙伴？好，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本次的总控孟琪路易斯。然后这次活动的话，其实我一直非常关注的主题，因为大家都知道 AI 一定是下一个主流的赛道，而我自己也非常喜欢这位姐姐最后的问题，因为我也在做自己的自媒体，那正好也帮我问了。那老师给我的解答也给了我很多新的思考和启发，比如说不要把 DeepSeek 或者豆包当做一个搜索引擎，我们应该把它当做自己的一个老师，如何用苏格拉底的提问方法让它引导自己。所以这个活动对我是有一个很大的启发。所以启发完了之后，我希望大家有一个，就是我想给大家共享一下我的一个观点就是不要只去想，要去做，先完成再完美。谢谢大家。大家好，我叫苏超博，负责今天的文案，很开心今天姜老师的这样的分享，因为我自己呢也是一个打工人，同时也在去研究一些创业的一个方向 idea。那当然，今天这个整体从最开始的一个方向上，以及最近的一个行动策划上，其实都有一个很好的落地的一个思路，所以也会给我们每一个想要去创业或者在创业路上的一个伙伴有一个很好的启发和提示，很开心，谢谢大家。我们请几位义工小伙伴们回味就坐。那么我们每次的活动呢，都是离不开大家给我们的一些中肯的评价。那么现场的伙伴们，如果愿意为我们本场活动做些评价，可以扫码做一个填写的资料。好，谢谢。同样呢，我们也有一个
读书分享的交流群啊，那么也希望大家啊，尤其是福田的小朋友们能够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这个群体当中，我们会带来非常精彩的一些读书分享活动，也希望能够在这个群体当中找到我们志同道合的朋友们。那在说到这个话题之后呢，我们要去完全切换一个视角啊。今天讲的是 AI， 那么下期的分享活动呢，其实跟绘本相关哈。我们有请到的分享嘉宾是徐丽老师，他是江西省爱五月教育创始人、亲子阅读推广人、心理阅读教练师、绘本讲师。然后他推荐的书籍是《糟糕，身上长条纹了》。其实说我们现在是一个科技的时代啊。很多人都把聚焦点都放在 AI 身上，怎么去找到人与人之间的这个温存，其实也是我们新时代之下需要面对的一个课题啊。像我也是一个3岁孩子的父亲，所以呢，也是在思考着怎么样结合 AI 跟孩子做一个更好的互动。希望大家感兴趣的这些家长朋友们，或者准备成为父母的朋友们，都来参与到我们的这次分享当中。那么今天的活动呢，就跟大家说再见了，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支持我们深圳读书会的活动，谢谢大家。